10年烧掉1个亿，把公司干倒闭，只为做出30分钟的李帆。但20多年过去了，没有人能超越他，叫 Front Innocent。 大家先别急着觉得离谱，更离谱的在后面。这部动漫从立项到成片花费整整10年，就为了不到30分钟的内容，你说值不值？大家先听我讲完再下结论。这片最离谱的点就4个字儿：七元智智。一位偏执型天才，他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，导演、编剧、作监全都自己来，不是没钱请人，而是他不信别人。当时行业的默认规则是什么？能动就行，不崩就行，能卖碟就行。大家拼的是效率加成本控制，但他不一样，直接把目标改成每一帧都是艺术品，是不是听着就不对劲儿了？举个最简单的细节，头发，别人画头发一块颜色加阴影完事儿，他画头发光泽、分层、反光、风动轨迹，一根一根推，风一吹不是动了，是真的像空气流动。大家现在回头看，很多新番都没这么细。再说皮肤，别人是平涂加一层阴影，他则是高光、反光、透光、柔焦，你能感觉到光是贴在皮肤上的，甚至连脸上的光线角度都要反复改。背景更夸张，别人是能循环就循环，他则是树叶一帧一帧动，光斑一帧一帧变，没有偷懒，没有循环，没有3D，全是手绘。而手绘有多少钱，大家应该都清楚吧？需要顶级原画师一张一张的画，1秒的流畅镜头需要画24张，号称经费爆炸的 F-Zero 一集的经费2500万上下，哪怕是攻壳机动队也才一集3000万左右，但这部李帆直接干了1亿。问题也随之而来，论艺术上，七元智智赢麻了，商业上却直接记了。毕竟小公司冷门赛道，超10倍的成本投入，还拖了10年。当时市场卖的是什么？更新快，剧情爽，能连着看，没人等你10年就为了看一集艺术品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东西靠卖碟回本根本不现实。他本来还想着做第2集的，但经费直接被榨干了。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 Front Innocent 本质上不是一部完整作品，而像这样的卧龙凤雏，其实主包出生那年也有一部风筝1集的 OVA 版，花费了2亿左右。没办法，梅津泰臣是细节狂魔，全片几乎没有重复帧，像枪战、追逐这些桥段完全是按照真人电影逻辑来做，别人做1部花的钱还不够他打磨出风筝的一小段细节。电影上映后自然是好评如潮，《速度与激情》的导演罗伯·科恩称为最好看的日本电影。电影鬼才昆汀更是以风筝想出了杀死比尔，但巨大的成本同样导致公司直接破产。而现在随着动漫产业的发展，制作水平早已远超当年，可为何没人能复刻这些动漫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不是没钱，而是不敢这么干。现在动画行业是什么？第一要素是能不能赚钱，第2才是好不好看。先谈 money， 再谈梦想。所以 Front Innocent 变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存在。你可以说他是失败了，因为公司被搞破产了，但你也可以说他是成功的，因为没人能超越他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各位指正。